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新年好，新年快乐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过年期间，先来比比这个今年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一些议题，尤其今年我们的节目会特别也是在关注在中美上面的军力上面的较量，尤其呢，接下来这一整年，我们节目也会看到说，中国大陆在最近这几年在它的军机上啊，有了什么样子的改进，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除了在军机上面的全力的加速，在6代机之外，今天也会来看到3航母跟核3位一体同步的推进，来对上美军的战力。好，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特别关注到，就是中国大陆抛出它的歼36、歼50的6代机的原型机，那震撼了军事圈之后，2025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歼36推出的3款的原型机，其中呢，这3款原型机的第2架跟第3架的原型机特别的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第2架的原型机之所以特别最受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有明显的改进了，出现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而且呢，长度是向内做缩短的。第3架原型机的特征则是头部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的这种针头的空速管的一个设计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部分。他的美国的空军参谋长是直到了去年的9月才正式宣布，已经有首架的6代机的 F-47的原型机，并且说呢是由波音公司来做建造的，预计在2028年才可以首飞。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6代机在预估今年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的突破 ？F-47真的吗？是看起来要等到2028年才能首飞吗？将军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歼36我觉得最让人家压抑的是它的这个修正的速度之快，超乎一般的飞机的军工产业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才第1架原型机才亮相，但是到去年年底，它已经第3款的改进型已经出现了。这第1架跟到第3架中间有什么地方的改变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尾管喷气口的改变原来是只有向后喷的，它现在变成矢量的喷嘴，可以向下喷那如果说可以向左右转动，这个喷嘴可以转动方向，那当然可以增加这架飞机的机动性。那第2个改变是这个轮子的改变这个原来它是前并排的轮子改成前后列的房子改成并排的机轮，那这代表说是它机舱的空间可以有所精进，可以放更多的油，或者是放更大型的导弹尤其是第3架，那是连空速管都拿掉。我们知道空速管是如果飞机原型机在试飞的时候，它为了能够测量这些飞机在飞行时候的速度以及相关的数据，所以它会有这个空速管。那如果空速管拆除的话，代表它的试飞主要的这个数据都已经收集到齐了，紧接着下来就可以量产再来，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速度，从1年的时间，从第1架原型机到第3架的改进型出来以后，那如果按照这种速度来比照美国的 F-47，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军工产业确实速度上面有天壤之别。F-47去年是因为这个川普来讲，他认为这个解放军不管是歼20或歼35，或者是这个歼36陆续的横空出世，他认为美军也必须要有新型的6代机，所以要波音将原来他所设计的一张草图拿出来做一个修改然后特别命名叫 F-47。那大家就在调侃川普说47是不是因为他是第47任美国的总统，所以才命名 F-47？可是你看他就算是去年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已经拍板定案了，要生产第6代的 F-47，但是它也要到2028年以后原型机才可以试飞。如果用这种速度跟中国这个歼36对比，你就知道这个双方进展速度有多差别有多大。再来，我们讲歼36，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战舰？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原来我认为它是一个歼轰机就是它自己本身可以有自卫的防空武力，它不需要靠
这个战斗机在旁边护航的轰炸机。那以它3个喷嘴，它可以轻易的突穿到第2岛链来实施对地或者是对舰的攻击任务。但是昨天我这想法有点改变了，因为昨天我看到解放军有一款新型的导弹出来，空空导弹叫PD-17大家去看这款导弹那个巨大。有6点多公尺那么长非常大，人站在它旁边那个比例在下面差很多。那以这个 PD-17，如果说是它的这个装在它的体量那么大，如果说挂在歼16上面是可以，那如果说挂在歼20，可能肚子里面塞不下，就会破坏歼20的隐身性可是如果说这款导弹，那是不是他们就设计到挂在以后歼36，因为歼36很大嘛，它可以将这款导弹挂进去。那这款导弹威力有多大呢？它的射程听说可以到500公里那么远如果就算是对 F-22这种隐身式战机，这个雷达歼灭机只有0.002平方公尺这么小，它也有400公里的射程。然后如果对一般的战机它可以射程到达500公里那它可以轻而易举，再加上如果说是歼轰36本身具有就是隐身的设计，那可以轻易的突破到第2岛链，那它这种导弹射出去就不是打你一般的飞机了，我认为就是打你后面的预警机或者打你后面的加油机。那你想想看，歼轰36的射程，再加上它500公里的这个作战半径，再加上这个 PD-17的导弹的射程，我觉得轻而易举的可以攻击到这个第2岛链后面的战机那它发射的方式采取这个双波段，也就是说，第一刚射出去的时候，它是往太空上面打，往上打，那飞行到某一个高度以后自由落体下来以后，才启动第2段的发动引擎这个对目标来实施攻击。所以我觉得歼36这款战机推出来，如果说未来它再搭配到它的 PD-17那可能这个对美国或者对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说第1岛链、第2岛链之内的所有制空权，会将全部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空中战力，我们上面做了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对比。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海上的对比，当然会请黄征辉舰长来帮我们做解析。海上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到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军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迎来了福建舰正式入列，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份，山东舰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这边做相关的维修了。现在也在看说他为什么入屋来做维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有这个歼35的舰载机？因为现在歼35的舰载机被视为说它具备这个弹滑兼容的能力，所以歼35它具备这种适配性的改造，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就是来配合搭配使用的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到是004航母这个核动力航母正式的动工了。港媒现在做的分析说，它的排水量超过12万吨。我们来对比福特号的排水量10万吨，004已经超越福特号的意思吗？今年2026年这个开春，我们也会请舰长来带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放军会有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特别来做关注的。2025年呢，是大概人类历史上，那更是中国所有5000年历史上这1年之内，它所公布的这些军武科技的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人类历史从来没有1年说一个国家它从头到尾，有这么多东西让世界惊艳的，而这中间总期程就是让大家亲眼看到，觉得说，哎呦，真的他们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就是93大阅兵。93大阅兵完毕以后，那个最明显的，全世界大概一直认为自己是军武界老大的是美国，他都自己承认了他们是打不过这支解放军的。那在去年的我所有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殊的这些军工科技里面，我排3样，就是它远远领先全世界的。第一个是6代机，刚刚这个厉将军有介绍过，那真的领先人家太多了。第二个就是它的高超音速式以及极音速飞弹。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极音速飞弹的那个技术也远超过别人。好比我举个例子，打船的这个飞弹叫做攻船飞弹，如果你超过5马赫，全世界都在研发中。服役的俄罗斯有一个叫锆石，中国大陆在去年的阅兵出现多少？鹰击就是打船嘛，鹰击15、17、19、20、21，而且还超过10马赫的。你就知道它这个方面的技术也远远赢过别人。还有第3个就是它的航母，它的航母其实现在没有说这么的厉害，但是它的电磁弹射标志的是一个
连美国都克服不了。美国的第一个福特舰现在一直还出问题，它第二艘甘乃迪舰从下水到今天已经过了6年7个月了，还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服刑阶段。那我们福建舰呢，只有1年11个月，你就知道说，哎，它这方面为什么会赢家这么多？它的电跟磁瞬间的充电放电也是全世界领先这一个。那至于说2026哦，以我的这个军事科技来讲，我最期望看到什么？你知道？第一个轰20，这是它还缺的一个版。还有第二个就是004，我们希望它是叫做能够是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那至于现在目前据我所知的，就是其实网络上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建造2艘，同时建造2艘，那个航空母舰。第4艘现在已经有3艘嘛，第4艘是福建舰的姐妹舰，也是003，但是它改了一点，它叫003A 型，所以这一艘的编号会19号。然后第5艘啊，是004型，就是004型跟第几艘是2个，第5艘呢是核动力的。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知道过说，它是不是会比美国的这个10万吨还要大？香港也估12万吨，对，那真的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追逐者有一个比较心，是吧？就是我输给你，当我要追过你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东西，告诉你说我是赢你的。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神盾舰，神盾舰。美国最大的一艘神盾舰是神盾的巡洋舰，是9600吨。中国最大的神盾舰是动物型，1200吨。你为什么啊？对不起，12000吨。你为什么就是要做大一些呢？就是证明说，我告诉你，我是赢过你的。那我们可以预测得到，就第4艘它的编号是20，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只要是20的，几乎就是一个大突破。轰20，歼20，现在的航母20号。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我们希望明年能够看得到。那最后一个说这个歼35哦，说降在这个山东舰的这个起降弹跳起降，基本上是歼35自己本身的能力，不太可能去改这个山东舰。山东舰这个大概已经都是定了，你要去改说为了它能够弹跳起来，那基本上是要重造一艘这个舰。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自己的能力有，因为歼35飞机的确有特殊之处，它的翼面很大。还有2个引擎，那 F35美国的 F35只有1个引擎，它动力推起来没有歼35的这么迅速能够上去，然后它翅膀又大，大概是目前大概是这样。好，刚刚比的是中美之间在2026会比的在空中战力、在海上战力。第3个，我们等一下请干哥来帮我们比较的是核打击能力，因为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到的核3位一体，中国大陆的3个武器，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第一个东风61，第2个是轰20，最后我们会来看到的是096。好，先来看东风61，现在说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万公里，具备机动发射多弹头能力，可以搭载的是极音速的滑翔载具，大幅提升它的这个突防率。空机的核力量的方面，则是这边特别提到新华社点名说，特别期待的是轰20的出现。最后是海基核力量，现在特别在央视的一段兵推画面中出现了096前舰哦，可以搭载的是这个载弹量更高的巨浪3前飞弹。核3位一体的战力，干哥怎么看？好，我们现在看哈，其实我跟你讲，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巨强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从东风5型以前，那个时候还担心说打不到美国本土，打不到美国本土啊。现在早就已经可以打到了。最新的东风61可以打到15000公里，也就是说，我在我自己家里就发射就可以打到你华盛顿特区了。可是问题是，这种飞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啊，当然也有机动性的飞弹。可是老实讲一句，你的发射架在哪里？其实卫星都看见了。对，所以说这个就是陆基核子飞弹，它容易被人家锁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东风61可能啦，就是现在已知是6个弹头，但它可能可以携带到10个弹头。这种 ICBM 是完全没有办法拦截的武器，那个是末日武器。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东风61了。我觉得在核子的威慑上面，已经是跟美国跟俄罗斯那是已经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了。所以它一出来，我不会觉得很讶异。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讲到轰20哈，
轰20，坦白讲一句，恐怕还是需要一些时间，预期还要在4年，要2030年才会出来。轰20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电子技术整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态势感知这样的问题。你的态势感知，我坦白跟你讲，如何整合到轰炸机这样的载体上面，其实很困难。还有个更大的问题，轰20它到底现在用的是什么引擎啊？西方专家认为还是用俄罗斯最有名的 AL31，这个引擎就是装在了什么？装在歼15跟歼16上面，非常巨大而可靠。而且我跟你讲，它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你如果轰20，它是双引擎的话，载2具啊。它如果是4引擎的话，可以载到4具。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揣测轰20它到底是尺寸多少，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想象图而已。4年前、5年前，珠海航展就说要拿出来了，到现在没有，可见得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那个就是战略轰炸机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突破的地方。那现在一直着眼于轰6，也就是旧的轰6的改进。其实我可以很直白说一句，轰6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它的设计超过60年之久，它是上一代、更上一代的轰炸机，所以轰6它其实它已经尽到了它作为战略轰炸的空中力量的责任。轰20是万众期待，我觉得像刚才将军讲到歼36我看了半天，我跟将军一定有一样的疑问，这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轰炸机太小，战斗机太大了。你也具有3个引擎的战斗机，通常来讲是没有办法当做空优战斗机的。为什么？因为2个引擎最好，1个太少，3个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歼36到底是什么机？可能是歼轰机，也就是说它既能战斗又能够轰炸，应该是这样子来定位。但是歼轰机跟空优纯粹的战斗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如果歼36你的技术可以突破到这个地方，那你歼20应该要赶快追上来，赶快跟上来。为什么？有战略空军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象征。美国有 B1、B2， 俄罗斯有 TU-160黑捷克轰炸机，那一飞出来，大家都会很害怕的那种飞机。但是中国这款飞机有点迟了，我们也希望过了年后，说不定会有好消息。最后我们要讲一下096，096这艘战略潜艇，这个才是真正人类决定命运跟对抗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096携带的巨浪3型可以打到12000公里，这个一向是中国海军的短板。为什么？因为它前身是094叫夏朝的夏级，096叫什么？唐级。我们现在唐级比夏级要先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排水量增加了4000吨，达到15000吨。然后呢，它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把它背上的那个龟背给拿掉了。你会常常看到一艘船上面它突然怎么多了这么大一个结构，对不对？你知道吗？多了这个结构潜到海里面，美国的那个反潜机常常在听到说龟背又来了，就是嘲笑你中国，战略核导弹潜艇还在用龟背。为什么？这个龟背是以前俄罗斯战略潜艇的前身设计反过来的。那因为那个牵涉到流体力学跟你的那个潜舰钢板的那个问题，那很复杂，那以后再讲。反正我们现在096是取消了龟背，载了一堆的武器，看得目不暇接。像刚刚舰长说的，就有多少东西你知道吗？24枚巨浪3型飞弹，然后10枚长剑10型飞弹，再加上8枚鹰击18飞弹。他说他还要放防空飞弹进去。我说天哪，这船怎么能够载这么多东西？不要以为不可能，中国就做得到。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